他被称之为柳林第一首富以及最有实力的黑老大，同时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柳林县的人大代表。要问他的实力有多大，老猫的回答是：涉黑资产高达78亿，坐拥豪宅多达341处。夸张的是，其中有一处豪宅更是犹如名胜古城般高档而又奢华。要问他有多狠，巅峰时期的他能直接逼走镇党委书记，更狠的是，他为了抢夺煤矿，差点让17人葬身于火海之中。他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这个主入风井口给我们点着了，出现了严重火灾。当时井下还有17个人呢，如果是措施不果断的，稍一犹豫，当时那11人也就死于井下了。没错，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陈洪志。巅峰时期的他，有着近300名黑势力成员的恐怖存在。今天就跟随着老猫一起走入这位狠人的故事。据了解，陈洪志乃是山西柳林人，1975年生，自小就生性调皮，不爱读书，所以打小成绩不好。后因某种原因，选择去部队当了武警，在1998年退伍。退伍仅1年时间后，不愿沦为普通人的他，便四处借债，在1999年开了一家石料厂。而这一年，他仅24岁，靠着自己的敢想敢做，精明能干，很快他赚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但他并没有富而骄之，而是选择埋头苦干。不久后，随着当地煤矿价格的持续上涨，陈洪志嗅到了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于是眼光独到的他在2003年便注册了柳林辽源商贸公司，开始正式踏入煤炭业。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广招社会上的闲杂人等，组成了一支为他开荒辟地的黑势力组织。可以说，在当时煤矿巨大的利润下，陈洪志基本都是靠着拳头打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煤矿之路。就比如眼前这位姓邓的大爷，因在2007年不同意陈洪志承包本村的煤矿，就与陈洪志争论一番。殊不知陈洪志二话不说，就安排自己的黑势力组织成员把邓大爷毒打了一顿，最终导致其下半身终身残疾。这睡觉睡觉还把我的家抢了，把我可不打死团打死。当时有多少个人围攻您啊？那他打的了啥晓得，好不提了，你说30多吧。没错，陈洪志就是如此的心狠手辣。在柳林县，可以说只要他看上的煤矿，其他合法的经营者胆敢不肯让出来，那么你就得遭罪，轻则口头警告，重则家破人亡。那么这里就有人问老猫了，他真有这么恐怖吗？老猫的回答，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就比如眼前这位倪成武，某煤矿业的总经理，在2017年的时候，因其煤矿产业被陈洪志给看上了，于是他就通过威逼、堵路、放火等非法手段，导致倪成武的煤矿业无法正常营业，对吧？大不了我们不挣钱，但是关键他威胁安全啊。他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这个主入风井口给我们点着了，出现了严重火灾。当时井下还有17个人呢，如果是措施不果断的，稍一犹豫，当时那11人也就死于井下了。最终迫于陈洪志的压迫下，这家煤矿公司只能拱手相让给了陈洪志。就此事后，陈洪志在煤矿业的威名就此打响，几乎无人不晓，让人闻风色变。不久后便垄断了柳林县整个煤矿业的生意，赚的可谓是盆满锅满。也正是有着如此霸道的行事风格，陈洪志的集团那是如日中天，一发不可收拾。而根据统计，陈洪志靠着非法手段，先后共拥有4座主体煤矿、4座洗煤厂、综合购物商厦1座、5星级酒店1座，以及一个占地1152亩的绿色生态农业园区等一大批产业，财力更是达到了一个恐怖如斯的数值，就此也被称之为柳林县第一首富。首富就得有个10分派头的住宅，而他肯定也不例外。通过了解，他有着一个占地面积3800平米的豪宅，装修的犹如名胜景区般奢华，坐落的位置乃是后靠山，前往黄河的绝佳之地。为了让自己的风水宝地更上一层楼，听从某位风水大师的转运之法，赫然将黄河改修，在自己的家门口修起了长长的大坝。由此可见，当时的陈洪志财力那是真通天。而财力通天的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人谋上那么一官半职的，让自己在生意上更加得心应手。而当时任党委书记的陈秋平，为人正直无私，因不满陈洪志进行人事的安排，硬生生的被陈洪志通天的手段威逼而离开。在2017年正月的一天呢，就组织了我常家庄镇的这个郑川两级的那个主干，搞了一个聚会啊。他这个聚会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各种理由把我从那个常家庄镇赶出去，不让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你没听错，此时的陈洪志实力已经可以恐怖到逼走镇党委书记，
由此可见，当时的他在柳林可谓是黑白两道通吃，达到了只手遮天的恐怖实力。但人太狂必遭天谴，而他也不例外。2018年，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行动的正式打响，他涉黑的案件被挂牌督办。随着民警的大量收集证据，最终确定其涉黑犯罪事实证据确凿，影响极其恶劣。我等待这个合适的时机，所以在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开始以后，我就第一时间我就通过那个全国扫黑办就实名这个举报了他这个涉黑犯罪的事实。在2018年7月21日晚上，山西省公安厅联合长治市公安局同时出警，动用数百警力，将犯罪嫌疑人陈洪志以及其犯罪团伙依法抓拿归案。而随着陈洪志的落网，其犯罪事实给被公众于世。据了解，陈洪志犯故意伤害6起，致1人死亡，8人轻伤，实施寻衅滋事11起，造成多名被害人轻伤、轻微伤，实施非法拘禁17起，30余人遭到拘禁，以及通过越界盗采相邻企业煤炭资源，总量价值高达40亿余元，真乃恐怖如斯，无法无天。他的观点就是我先打你，然后我给你钱，但是我还要打你，我再给你钱。2019年11月，他也迎来了最终审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等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涉案的70余名组织成员也相继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背后的庞大保护伞也相继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就此，本案结束。这里老猫要说下：天狂必遭天谴，切勿让恶念占据你的内心。记住，善良才是一种让人敬仰的美德。